10多年前，看着格尔尼卡，还是个中学生的我，问老师：毕加索的画好在哪里呀？你太年轻，看得太少。这是当年老师给我的回答。对于这样的回答，我无力反驳。我从老师的答案中感受到了巨大的信息量，它大到我的老师无力回答我，大到我没有资格提这个问题。从那一天起，这个问题就像幽灵一样，跟随在我学画的路上。很多时刻我都有意无意地在思索这个问题，寻找这个答案。10多年后的今天，这个答案越来越清晰。许多看到毕加索画作的人都会提出一个灵魂质问，这也能叫做画画？这个质问背后折射着一个更深刻的问题：绘画究竟是什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花2-3分钟聊一聊这个问题。我们时常被一些问题所困扰，是因为它背后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困惑。只有解决了这些最深层次的困惑，许多问题才会迎刃而解。想要弄明白绘画是什么，那我们就要来先看看第一个画画的人是谁。我们的目光拉回到数百万年以前，会看到一位猿人。这是第一个意识到我是人，不是其他生物的猿人。他的灵魂第一次被剪断了脐带，离开了群体概念的羊水，也第一次意识到了自我的存在。从此孤独感开始伴随一生。而解决孤独感的方法通常只有3条路径：你是我的，我是你的，我们是一起的。大家在网上购物，政治家统治一方成名，农民种植作物，我得到了，统治了，占有了，属于你是我的，都是在扩大自我的边界。哲学家和科学家们探索世界的真理，宗教塑造造物的神话，他们都企图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属于某一种真理，或者某一种神。这就是我是你的，我们都是在消解自我的边界。学生们穿上同样的制服上学，广场舞上的大妈们跳着同样的步伐，我们沟通之时用着同样的语言。这属于我们是一起的，都是在连接不同自我的边界。这3种途径不是泾渭分明的状态，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会混合地使用这3种手法。画家和上面所有的人都一样，只不过他是通过视觉图像来摆脱孤独感的。以上3种手法对应在图像的世界表现为3种风格方向：写实还原，你是我的；抽象重构，我是你的；符号沟通，我们是一起的。一开始我们的祖先绘画能力有限，工具简陋，他们在墙壁上画了一头看上去像简笔画的牛，但是他心里其实想得很逼真。他想告诉大家，我今天是如何捉到这头牛的，又或者是现在这头牛它属于我了，连当时捕猎它的那个场景也属于我了。这种精神上的占有过程有一种当上帝的快感，就像达芬奇曾在他的笔记里写道，画家就像上帝，他在重新塑造一个世界。人们想要通过视觉图像占有这个世界的意愿，不断地推动着写实绘画的进步。到了伦勃朗和安格尔的时候，他们的绘画已经到了惟妙惟肖、真假难辨的程度了。不久后照相机出现，并且一步一步演变到今天智能手机里的摄像头。现在所有的人都拥有图像占有的能力，我们通过图像占有了每一个美好的瞬间，看过的风景，身边的亲人好友都得以被定格。我们的生命在这些虚构的图像中延续，自我的边界在这些图像中扩展，灵魂深处的孤独得到了一些短暂的抚慰。这就是平面图像的第一个艺术风格，以还原图像为目标的写实风格。这些艺术家的双眼主要是看着外部的世界，目光回到墙壁上的第一头牛。那个家伙画完以后，另外一个人看到了这幅壁画，作者指着他的壁画，手舞足蹈地向这个观众解释着什么。那一刻，2个人拥有了共同的想象，因为这个共同的想象，他们拥有了相互沟通的基础。那个读者越看越觉得有趣，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沟通工具，于是他也到许多山洞里画牛，企图让其他的人理解他所经历的事情和感想。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受到了困扰，每次都要在墙壁上画一头牛，挺麻烦的。而且有时候他仅仅只是刚把牛角画好，旁边的人就已经猜出来他画了啥。他忽然间想到，我为什么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画出来呢？我可以通过简单的简笔画把它们重新组合成一个大家都能够明白的图像就可以了。
这就是平面图像艺术的第二个风格，以沟通为目标的符号风格。这些艺术家的双眼主要是对着图像传递的过程。此后，图像符号的诞生，早期充当了图腾和装饰之类的作用，经过许多年的演变，它们当中的一部分成为了象形文字。文字的出现使人们的大脑从类比思维跳跃到了更加抽象的推演思维之中，而最纯粹的逻辑符号是数学符号，它是目前世界公认的最简洁的语言。至此，人们在写实符号之间已经探索了很多年了。再来看看之前那张三角图，我把现在的内容放进来，看看它们分别在哪个位置。文字符号的普及，写实绘画的发展，都让人类的视觉沟通得到了质的飞跃。很多年后的中国有一批达官贵人，他们不愁吃不愁喝，不觉得自己画个画还需要取悦别人。你们理不理解无所谓，我高兴就好。他们是王维，是苏轼，乃至宋朝的皇帝宋徽宗，他们一同开创了不那么写实的文人写意画的世界。这个文脉传承至今，比如八大山人和黄永玉。原来画画可以按照艺术家内心的想法重新构建，他们寄情山水，托物言志，将自己的边界消解在山川大河之中。关于文人画，有许多的史论论述它的意义。我个人认为，站在整个绘画史的角度上来看，文人写意画最大的意义在于，有一批艺术家的双眼开始更多的关注自己内心的情绪。这就是平面图像艺术的第三个风格，以重构为目标的抽象风格。这些艺术家的双眼主要是对着自己内心的世界。就在咱们中国文人画继续蓬勃发展的元末明初时期，欧洲则刚刚解锁了透视技能和光影技巧，写实绘画在达芬奇的手里开始起飞，而后在法国学院派大佬安格尔的手上达到了全新的高峰。亚欧大陆两端的人民在绘画艺术的道路上走上了两个不同的方向，而这场反抗10几年的时间里，酝酿成了一场巨大的浪潮，直接引发了后印象派、野兽派、超现实主义等绘画流派的诞生。许多在历史课本上看到印象派诞生的学生都觉得很困惑，好像画画是一下子突然就变成了这样。其实并不然，是那些想画心理感觉的人被压抑了太久。画家达利意识到了这股浪潮，他毫不犹豫地冲上了浪尖。他不仅仅画一些若有若无的感觉，他还画最内心最感觉的东西，梦。这就是他画的一系列梦中的场景，不过手法比较写实。那接下来就要讲到毕加索了。不过在我讲毕加索之前，我们再一次回到这张三角图，就是以上这3种不同的摆脱孤独的手法，在有意无意地引领着绘画世界的方向。关于这3种方向所形成的图像表现，早在唐朝就有思考。画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卷1写道：图载之意有3，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实，自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后来美国漫画家克劳德在理解漫画中更为清晰地展示了图像的3种方向，不过他的侧重点在漫画符号上面，对于3个不同的方向的作用和原因没有进行解释。他将这3个方向定义为现实、图画平面、意义。毕加索则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些。当他看到考古现场岩壁上的牛时，他不由得感慨了一句：原来人类的绘画从来就没有进步过。他之所以发出这句感慨，是因为他经历过这一切。小时候的毕加索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下，学习了顶尖的古典绘画技法。他自称14岁的时候画得像拉斐尔一样好。当他离开西班牙到法国留学时，印象派的运动已经接近尾声，对他造成了巨大的刺激。他看到了日本的浮世绘，看到了中国的写意画，也看到了高更从非洲带回来的脸谱木雕艺术。他在不断的冲击中持续地自问着自己，绘画究竟是什么？直到他看到人类在墙壁上画的那头牛，他终于明白了。所以他把一个人在不同角度的细节安插在了同一个平面上。你可以看到这里的鼻子、眼睛并不是同一个角度的，鼻子是侧面的，眼睛却是正面的。他首先打破了视角的固定性，接着他开始打破形状的固定性，把形状分解成一个又一个规则的几何形。他一次又一次改变了观察方法，他自己的绘画也从古典主义的绘画方法不断地变成了毕加索的绘画方法。他将绘画从表达内心的想法这个层次往上再推了一步，
表达、思辨理念。他是绘画史上第一个纯粹的站在图像的角度上去思考图像的人。毕加索改变了艺术家观察世界的方式，他最勇敢的突破就是彻底打破了传统绘画看待世界的方式，重新戴上了纯粹的儿童之眼去看世界。这就是毕加索在整个艺术史上无与伦比的地方。很多小孩子在没有受到世俗观念过多影响的时候，也能够纯粹的为了观察去观察。儿童的视觉观察既不是为了占有，也不是为了说明，只是纯粹的看，这就是赤子之心。所以毕加索说，我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去学习如何像小孩子一样画画。毕加索之后my appetite. Don't leave me here high and dry. Oh, well, I don't wanna jinx it, baby, and twist myself at the spine. Don't wanna overthink it, baby. It's just twist your body and mine. Some kind of butterfly. Baby, you give me midnight. You whip up my appetite. Don't leave me here high and dry. Oh, but I don't wanna jinx it, baby. Let's not get ahead of my time. Oh, but I don't wanna miss you, baby. So I stand up and speak my mind. Oh, you're chilling in the rain. You're some kind of butterfly. Baby, you give me midnight. You whip up my appetite.